各位现场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那今晚读书会的主题是人比人气死人，心比心更贴心。那人比人会气死人呢？那是因为以己之短呢，去比人之长，所以越比就越不开心。那心比心会更贴心呢？那是因为人人以你心知我心，我心知你心，人人呢彼此呢将心比心，所以感觉很贴心啊。一般人呢，大多都是以分别心或者是世间法来处理人我之间的问题，所以心时常就在得失、好坏、荣辱、善恶之间呢徘徊不定甚至产生种种的比较跟计较，可说无一刻的安宁。那学佛修道呢，就是在修一颗无分别的心。心中如果没有分别的话呢，就不会去做无谓的攀缘跟攀比。喜欢攀缘跟攀比的人也比较会有分别心自然的呢，对人事物会比来比去。相反的，常常能将心比心的人呢，就会比较能同理别人自然的就容易跟人家呢和睦相处互结好缘那嫉妒心强的人呢，也往往会很喜欢跟人家比较爱比较的人也会爱计较这样就会活得很辛苦所以呢，想要活得不疲累就要少点比较想要活得不超凡呢就要少点计较。什么教都可以信，但是唯独两种教不能信，一个是比较，一个是计较。那什么教也都可以不信，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深信就是因缘果报其实人的心理是这样当你周围的人呢吃的是一份台币100块的这个餐点而你吃的是一份200块的，你会感觉自己的餐点比较可口。为什么？这就是心中存着攀比的念头在作祟那有些人生活很累，有一半原因是生活压力大这个我们不能否认但另一半的原因呢，是因为攀比的心念爱比较的心念所以呢，不要比就不会那么累了。那幸福是无法去伪装出来的幸福更不是攀比出来的或者比较出来的，不是即使我们去做志工去访视去见苦知福看见别人的苦而深感自己是比下有余从中产生的这个知足跟喜福那这个也不能说是跟照顾户在做比较，不能这样子讲，应该说是借势练心是在渐进学习所以享受生活不如感受生活，享受幸福不如感受幸福。有感受才会有体会但是有享福就会很消福，享福是消福那意思不是说享受生活不对或不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要懂得适可而止不要过头面对一道佳肴10个人的味蕾会吃出各种不同的滋味，每个人会吃出不同的口味出来因为你说太咸，我说刚好你说苦瓜很苦，我说苦瓜很干同理呢，有人可以一口呢喝出茶的品种的高下但是我喝都一样因为我不喝茶顶多是偶尔喝一杯这个半糖的红茶那每个人都在喝咖啡还会比较说这家的好喝那家的不好喝但是我也不喝咖啡，所以对我来讲不加糖的咖啡我已经喝过一次根本就像是喝中药一样我感觉是这样子，所以我只喝水。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喝2000cc 以上的水不包括你喝的这个咖啡茶或饮料所以这些东西你喝多了呢，就会影响你喝水的量尤其晚上睡觉前或清晨起床后都要适时的补充水分才不会让血液太浓稠而容易中风长寿因素前3名第3名就是多喝水
第二名是多走路，第一名是好心情，生活有目标，人际关系好，这是第一名啊。我们曾经在读书会中有分享过健康跟长寿的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第66讲的喜悦是良药这个里面有详细的解说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比较行为，当你想要改善自己目前的生活或工作状态时会倾向于去跟比自己优秀的人去做比较这个叫做激励自己向别人看齐可是当你需要一些安慰跟肯定的时候，你就会去向比自己差的人去做比较，比我们自己差的人这个叫做比下有余从中产生信心出来从中善待自己所以人通常会选择跟自己年纪条件差不多的人去做比较就好像球员不会去跟教练比啦，因为这两个条件不一样嘛。学生也不会去跟老师或教授比啦，因为两个的程度不一样嘛。那徒弟也不会去跟师傅比球员只会跟球员比啦，因为条件年纪差不多嘛，对。那同学也只会跟同学比那徒弟之间也会互相比那同事之间也是会互相比，因为同样老板同样公司嘛，对。那太太们之间也是会互相比那尤其是那个富太太之间呢更是比得凶向上比较呢会让人气馁但如果以这个来激励自己的话，那就有可能呢增强自己，提升自己我要学习他，跟他学习这是一种激励自己提升自己但是向下比较呢会帮助自己提升自尊心跟自信心因为比下有余嘛，那这个是好处但如果常常向下比，也会造成自我感觉良好，造成了孤芳自赏这样就不会进步了啦所以比较也不是说绝对的不好这个不是绝对的，还是要看你所持的心念而定因为法无定法了，所以比较也不是说绝对就是不好的。刚刚上面讲，看你怎么比网络还没有兴起之前或我们小时候呢，大家都一样都会去跟左邻右舍比较啦现在呢，打开手机呢，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我们去做比较脸书在内部研究文件里面有承认这个 Instagram 会对青少年尤其是对少女心理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什么影响呢？手机打开怎么里面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比我们漂亮呢？都惊为天人呢？那我们怎么差人家一大截呢？那要怎么做才会跟他们一样呢？大家都是在比上不足了这个是对少女而言这个就是社群媒体呢增加了我们的自卑、抑郁跟焦虑那这要怎么改善呢？没办法改善别人只有从自己去改善那有一个可以拯救自己的方法，就是什么？减少使用手机或电脑的时间把每天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呢减少到30分钟或不要超过1个钟头，就可以有效降低社群媒体对我们的负面影响对我们心灵的影响但是好像很困难为什么困难呢？因为现在的人是一机在手，天长地久机不在手魂都没有其实我们也不能把这种负面的比较归咎于社群媒体也不可以怪他们这个是时代潮流，你只能顺应不能违逆，否则你只好被局势淘汰这个2年半的疫情里面，大家都看到很清楚嘛，对。你控的相机跟柯达软片，不就是被潮流跟局势打败的吗？还不只是这2件，很多的知名的品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用健康的心态呢，跟它相处。要随时提醒自己呢，向上比较是个无底洞，
比不完的。你认为的优秀，它不会有一个永远的顶点。所以，当我们身边的人比我们更好的机运的时候呢，做得比我们更成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真诚的为他感到开心，也祝福他。同时呢，也回来关注自己我所拥有的，我有的他可能没有，他有的我可能没有。那我们就关注在自己所拥有的，而非自己缺少的。能这样想呢，就是正思维了。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叫做正思维。其实世界很大了，别人获得成功呢，并不会减少我们获得成功的机会。不必担心别人会抢走我们的光环。每一个人都是一根蜡烛，一根蜡烛的光亮很有限，但慢慢的10支靠过来，100支靠过来，1000支靠过来，亮度慢慢的加强，却没有影响第一支蜡烛的光亮，是吗？同理，一个人走会比较快，但是一群人走会比较远，所以要众志成城，而不是单打独斗。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才会春满园呐！所以不要一枝独秀要万紫千红一滴水很容易干涸，很容易干掉，但是把一滴水滴入大海里面，就会变成永不干涸的一滴水好，以上我讲的这些句子都充满了禅机修行不能做治疗汉，要走入人群才有机会学习这些了。离开人群就没有法好修了。2011年10月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到朝鲜去勘灾跟赈灾那个等于是11年前的了。那发放结束后呢，照惯例我们都会去穷乡僻壤的地方呢去居家关怀访视的因为当地都是务农的嘛，所以呢大多是一家大小呢同处一屋过着物质十分贫穷简单的生活。可是当我们去问他们你们觉得你们过这样的生活幸福快乐吗？每一户人家都是面带笑容的，都说很幸福。那北韩人民因为没有先进的物质嘛，所以相对的呢也能够幸免落入物欲的轮回之中当地人一般进出都是按步当车，高速公路也没看到什么车子。农作物收割也没有机械化，而是用人工播种跟采收以前我常说斯里兰卡很贫穷落后，那朝鲜更是落后但是也因为生活维持原始的淳朴加上所有的物资都是国家配给制度嘛，所以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比较心跟计较心这也是一种呢恬淡寡欲的人生。我们去访视了很多农村的家庭每一户都是非常的贫穷，但是他们却自觉什么都不缺很穷没有错，但是我不缺少东西所以是什么？贫而不苦很贫但是不苦其实呢，我们去看了之后才知道说，他不只是贫而不苦，他还是贫而有礼的国家了。因为呢，朝鲜虽然是贫穷，但没有穷到教育教育还是很普及很少有文盲的这个很不简单。一般我们就贫穷的国家去赈灾去访视都好贫穷的国家一般都会造成教育不普及啦尼泊尔就是这样子嘛朝鲜不会，连贫穷的农村都保有十分珍贵的尊重的这个待客之道跟天伦而这样子的基本人伦礼仪呢，在我们这些自称文明先进的国家里面呢，随着人人呢物欲的高涨而日渐式微两者是强烈的对比这种普遍贫穷的均贫勉强可以说是孔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为什么说勉强因为一般人把不患寡而患不均把它解释成什么不担心财富少啦，而是担心说财富分配不平均一般人我们都是这样的解释嘛，对，这样解释就错了。所以我刚刚讲勉强的意思这样就变成共产国家的平均主义的嘛。其实这里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这个均
不是指均贫或均富哦，而是指在公正的分配制度之下呢，得到自己应得的部分。这样解释才是比较圆满啦，而不是说均贫或均富啊，这样才是正确的解释。否则，努力跟懒惰都是平均拿到一样的酬劳，这个就不公平了啊！对，变成共产主义了啊！努力的人财富会多，懒惰的人呢财富会少，这个是合理的啊。但是贫富相差太悬殊也不好，对这个国家社会不好，因为违背了中庸之道。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过犹不及啦啊。那尼泊尔跟北韩或斯里兰卡、缅甸、辽国等等呢，都是属于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但当地的居民并没有认为自己很穷苦，因为没得比较啊，没得计较啊，而且幸福指数都很高，都认为自己很幸福啊，因为他们是什么安贫跟清贫啊，都能安住于自己的贫穷，也因为很知足，所以很满足，所以才能穷而不苦啦。尤其缅甸呢，它还是全球捐款人数最多的国家哦，很会捐善款了，全球第1名的，这个我们想不到但是这些国家都是安贫没有错，但是安贫却不乐道，清贫而不致富啊。为什么？因为虽然自己心安也亲安于贫穷的现况，但却没有乐于入人群、入菩萨道啊，所以没有向外走入人群嘛。所以虽然彼此不会比较跟计较，但也没有透过行经的方式呢，把大乘佛法利益众生的这个精神呢实践出来，所以才说很清贫，但是不致富所以不是把经文拿出来用嘴巴念念，而是把经文铺在地上去走，透过行经，不但去解除众生的苦难，同时也为自己的植福田、聚福缘啊。这样才有办法翻转国运，逆转人生啊。所以对内安贫，对外乐道，这样才能叫做安贫乐道啦，也才会清贫致富，这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慈济菩萨道所强调的法脉入心，中门入行，内修法脉，外行中门的道理啦。两个都是相应的。那正言上人呢，对尼泊尔呢的开示有说到，他说上人说，佛法虽然来自印度尼泊尔，但因为没有入人群而缺少事项，没有事项就难显真理啊。所以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慈济人开始走入佛陀的故乡蓝毗尼就是要把大乘佛法的事项落实在尼泊尔这是正言上人呢想要回馈佛陀的故乡的心愿跟期许。其实佛陀时代佛教对尼泊尔来讲呢是外来宗教。现在尼泊尔有3000多万的人口，里面的印度教占86%，佛教徒才占7.8%而已而这个7.8%的藏传佛教徒里面呢，修菩萨道法门的一定是比7.8%更少嘛。所以尼泊尔国家整体的文化跟思想还是受到86%印度教深深的影响那影响最严重就是种姓制度嘛，分4种人嘛，最下面还有一种叫做贱民的那最基本的众生平等都做不到了，这个跟佛教所讲的众生平等就是背道而驰虽然看起来有点不容易啦但是呢也不能因为看到困难而不去做，尤其因缘这么好，要回馈佛陀的故乡但是看到困难后面有充满了机会还是要去做那如果自信不足的话就会看到机会后面的困难，明明机会来了，你看到后面的困难而不去做，所以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两个不一样生活要有喜悦的话呢，不比较不计较是很重要的行动纲领能体会各中的道理呢，就可以培养出平常心，两个是有关系的
常常拿自己的家人去跟别人家比，甚至拿自己的弱点去跟别人的优点比，越比当然就越自卑，信心也会因此而被摧残掉啊。举例来讲啦，一般人参加宴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盛装打扮争奇斗艳想透过华丽的服饰来衬托自己的身份跟地位这个是人之常情但却有一种人呢，他不拘泥形式以朴实素雅的服装赴会身处达官显要及红男绿女之间呢，也不感觉自己是低人一等这就是不卑不亢的涵养，这个不容易，要有超人的自信，否则不可得因为他深深了解这种人他深深了解生活之道不是去跟别人比，而是要跟自己比跟别人比就人比人气死人嘛，对那做人处事的，我们常常去替别人设想一旦站在别人的立场，用别人的角度来观察或审视事情呢，那角度就会更客观、更超然了。我们也才能够更善解、更同理别人的立场这样就能减少人跟人之间的误解跟摩擦啦，也能避免对立跟冲突所以说呢，如果一定要比，那就将心比心这样才会以心心相印以心印心别人也会很容易感受到我们的贴心因为我们替他想嘛所以会感同身受那其实婚姻关系也是如此的，也是这样的感觉先生不好，就要先自我检讨自己做的好不好。如果先生因为我们做的很好，而且跟着变好，那这样是最好。如果我们自认没什么不好，但是先生就是好不了，那表示我们做的还不够好。如果先生不管我们做的好不好，他就是不愿改好，那我们也只好把自己的心先照顾好，千万不要因为先生不好，而我们也故意不好这样就会烦恼跟痛苦自己找。有押韵的同理如果有人感觉自己的太太不好，思考逻辑也是这样一样的，倒过来就好。这就是将心比心的同理心思维一直想改变别人，但是改变不了自己，这是凡夫的弱点就是如此学佛有如学钢琴需时时调音，乐曲才不会走调，这样才能弹奏出好音乐。弹感情就有如弹钢琴不论弹得快或慢，轻或重只要能收放自如，也能如行云流水，那就是觉有情有情觉悟了，不管是人比人或心比心，都会越比越好人越比越好心越比越好的意思了。所以刚刚讲不是比较就不好了，那我像这样比的话就很好在人群中与人相处要说不去跟别人比较，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呢，凡夫都有分别心嘛，会妄心分别嘛，也会执妄为真而让生活产生烦恼啦、埋怨啦、忧愁、嫉妒、厌恶、愤怒等等不同的心境，产生这样的心境出来而这些心境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心情好坏就会深深影响我们每一个日子的生活情绪所以人一有比较的心，就有比上不足的苦；人一有分别的心，就会有妄心分别的执着跟执迷喜欢事事计较的人，也同样会喜欢到处比较，而喜欢到处比较的人呢，也都是出于一颗很爱计较的心两个是互为因果。其实比较跟计较呢，就好像狼跟狈，一旦狼狈为奸则对我们原本亲近的生活，必定是如乌云罩顶，天昏地暗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陷入混乱跟不安我相信平常我们在生活中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体验每个人都有了。但是有平常心的人呢，他不会去比较跟计较，因为他不会以妄心
去分别人与事，他不会让人与事呢落入两极化的对立跟对立的局面啊。生活上呢，或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冲突跟对立，都是因为人跟人过度比较跟计较的心态脱离不了关系啦。所以平常心的培养，就是对治妄念的一体良方啦。也就是说，有平常心的人，他比较不会去计较跟比较啦。做事可以认真，但是做人就不要太认真了。这个不要太认真，意思不是说不要用心的意思啦，而是不要太认真，就是说不要太计较啦，卖他领金啦，卖他计较啦，意思是这样子的。有些人个性很随和，不会计较，甚至碰到不愉快的事情，他也能忍气吞声，不动声色。能够做到这样，算是不简单哦。但这也只能说是这个人修养很好啦，还是属于世间法。他即使没有修行，他都可以有这种修养，所以是世间法。如果这种不计较跟忍气吞声是打从内心底发出来的，无所谓，也就是没有这个念头，也就是忍而无忍，完全没有忍不忍的念头，也没有计不计较的念头，那这个功夫就厉害了。这个就是入修行的境界的啦，是出世的精神啊。那佛法把这样的功夫叫做什么？无生法忍啊，这是忍的最高境界了，也才是彻彻底底的完全放下啊。那这个必须透过修炼才有办法了啊，不是天生下来就脾气很好、忍气吞声，不是。要做到这个境界，就要入修行的境界，都要做修行的工作了。如果表面上看起来不计较也忍下来了，但心中还存着我在忍你哦，我不跟你计较哦，心中想的如果心中还有这样一丝的念头的话，那还是没有忍，还是有计较，甚至呢回家后心里还是不开心，或自己生闷气，我为什么要忍他？我不跟他计较不行啊。那如果是这样的心念的话，上人说这个也是一种习气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呐表面上忍下来了，回到家是生闷气，那这样也是习气忍住还不够，还不能有忍的念头这个实在是逼得你不成佛都不行了那聪明的人呢，比较会计较嘛，大家都知道嘛，也不愿吃亏不吃眼前亏是这样子。那智慧的人他不会计较他把吃亏当吃补这个也是要从小事去学起啦如果自认为物质生活不丰富那就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如果精神生活要丰富的话，那就不要比下有余，要常常比上不足，要时时比上不足这样才会进步啦人群中呢，有一种人呢，虽然呢做了很多善事但却一边行善一边爱计较，有一个好胜或计较的心，捐钱我一定要赢过你那一种心态或者要人家赞叹他、尊崇他、赏识他这样的人呢，如果即使做了很多的布施了还是落入阿修罗的果报。很会行善布施没有错，福报是有，但是还是转不了自己的业力的。为什么行善造福这么多，还转不了自己的业力呢？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警惕了。没有造福，当然就无法以福转业嘛。但有在造福，为什么还转不了业力呢？其中必有缘故。简单讲，转业力不是只有靠造福，还要靠修慧，也就是不是只有入中门而已，还要知法脉一个是悲门，一个是智门，两者双轨并行，叫做悲智双运要靠这样子的福慧双修，才有办法去化解业力所以不是造福而已还要修慧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梁武帝的故事嘛这个我们在第100讲的主题叫做没有慧根就要慧根这个里面有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想了解的人可以去参考了，我们这边就跳过有一个思维很重要，
不是刚刚有讲嘛，不是说比较或攀比就一定不好，不是绝对的，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法不是死板板或一成不变的，更不是绝对的啊。那攀比这两个字呢，如果把它细分呢，就是有正向攀比跟负向攀比。正向攀比是指正面的积极的比较，负向攀比是指消极的情绪性的比较。那正向攀比是在理性的驱使下的正当竞争，这个能够引发我们积极去竞争的一个斗志啊，从而产生克服困难的动力跟自我肯定啊，这个是好事。但负向攀比呢，会使我们陷入思维的死角跟盲点，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跟心理障碍，这个会造成极端的自我否定啊。为什么自我否定？因为比上不足啊，人家这么厉害我都不好，人家长那么美我长那么丑啊，自我否定啊，这样就不好。那负向攀比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味的或无止境的沉溺于比较之中而无法自拔啊，这个对别人跟对自己都很不利的。举例来说，大家一听就懂。生活中大家都会跟上潮流嘛，对，人家有的东西我也要有啊。就比如手机嘛，一直换，有还不够，还要换新款的、先进的，拿出来呢，比一比，才有面子，我的是最新的，否则就会感觉低人一等啊。那电脑也是一样啊，明明还是初学者啊，也不会用到那么多功能呢，去买很高档的、最贵的。高尔夫球也是一样，明明球技都不怎么样，偏偏要去买一个职业级的、很贵的那个名牌的球袋，至少背起来的时候，人家还以为他是 Pro 级的，对不对？学位也是一样啊，一旦事业有成了，名片上呢少一个博士的头衔，好像会输人一截了。再怎么辛苦呢，都要每个月利用周休2日呢去修个博士学位啊。那不管自己有没有需要，也不管会不会用到，人家有我也要有啊，否则就会觉得差人一等。这些都是属于负向攀比的心念的。那父母的思维习惯也会影响孩子啊，所以才说父母亲是孩子的模嘛。如果父母喜欢跟人家比较，觉得自己没有过得比别人好，那么孩子在多数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思维现象。所以自卑跟懦弱的性格往往会让我们觉得不如别人明明能力跟别人都是一样旗鼓相当哦，我们才华没有输给别人哦，但是因为有自卑感跟懦弱还是怀疑自己不如别人甚至呢拿到跟别人一样东西，都还是觉得都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这就是负向攀比，这是不好的。我有2个女儿了小女儿以前小时候呢也是很没有自信的，同样东西姐姐一份她一份她都觉得她的比姐姐的差。好，你比姐姐差，那我把你的东西跟姐姐对调，她还是觉得姐姐的比她好。你看多没有自信。后来念了马来西亚的美国学校以后呢，一切改观了。有一次呢，小女儿数学退步了，那我跟我家师姐就去找他们的老师了解原因，为什么数学退步了呢？想去了解嘛。我们在意的是数学退步那个美国老师他在意的什么？是孩子的人格养成他比较不在意那个数学退步他说：“哎呀，进步退步都上上下下的，很正常。”但是他跟我们讲说：“恭喜你哦，你小女儿的自信心增强了很多呢，现在还被选为社团的团长他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想的是数学退步，他想的是人格成长。这就是人文教育了。先进国的人文教育确实也是比较先进的美国跟日本都是属于人文之国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要去美国留学要去跟日本学道理在这里。好，以上分享的就是人比人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心比心心比心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叫做同理心同理心是指什么？
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事情，透过换位思考、反向思考，体会他人的情绪跟想法这样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呢，去理解跟处理事情、处理问题。这样对人际关系的建立来说呢，是一项很重要的沟通能力啊。同理心可以让我们跟别人建立好的社会联系，通过了解别人的想法跟感受呢，让我们做出适当的反应。同理别人也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调节自我的情绪，这样才不会心存定见、自以为是或者误判形势。所以如果我们凡事都能将心比心的话呢，就不会有包容跟纵容之分的啦。对，一直犯错，那我们要包容他到什么时候？这样一直包容下去，会不会变成纵容呢？有这种疑问嘛，对不对？那其实呢，心量大就可以永远包容了。只有心量不足的人才会感觉说在纵容别人在人群中呢，看到别人爱说是非，先不要去苛责他，要用善解的心去同情他。善解他是一个没有能力不说是非的人看到别人一直犯错，我们如果因此而不开心那就是拿他的错来惩罚自己也是要用善解的心去转念我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呢来转我的念头我也是要这样子做善解他是一个没有能力不显露习气的人，他不是很爱犯错，他是能力没有办法，他就是会犯错，能力不足，不是故意的所以没有能力不说是非，或没有能力不显露习气都不是人家故意的啦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被人家赞叹、被人家肯定、被人家尊重嘛，但他就是做不到因为能力不足嘛我们也很可能有时候是能力不足的人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因此的批评我们、责备我们嘛，甚至希望别人也给我们一点时间来调整对，能这样想就是什么？心比心更贴心能够这样去善解跟同理别人我们的日子才会好过啦即使别人犯了再严重的错，我们也要这样子转念日子才会好过啦。对，能够将心比心的人呢，比较容易对别人的感同身受。这种感同身受的能力呢，虽然可以透过学习来提升但不可讳言有一些是要靠天分。比方说了有些人个性很机灵从小就很机灵很会察言观色，一下就知道我对的是什么人，我该跟他讲什么话，分寸拿捏非常的好。但有些人呢，虽然工作能力很好，也很有才华，可是就是跟人的互动能力很差。做人处事呢，常常就是少一根筋造成很会做事，但不会做人，甚至呢做得半死却被闲得要死我们生活周遭就有这样的人志工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其实呢，习惯习性或者习气都好啦只要有心要改的话，还是可以有所改善的。因为事在人为啦，3分靠注定吗？3分天注定吗？7分靠努力不是吗？3分天注定，这是先天7分靠努力，这是后天先天如果已经不足了，后天又失调，那这个就很要命了，很麻烦正言上人就是让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心比心更贴心的人有一次呢，我家师姐参加随侍上人行脚，她参加随侍让人很惊讶是，上人在忙碌的行程中及日理万机之下呢，还会问随侍人员此路有没有跟上来？突然间问说，我家师姐有没有跟上来？让人受宠若惊呢。在这么忙碌的行脚过程中，可以大到处理天下大事也可以小到巨细靡遗关怀身边每一个人这个是真正做到心系众生，很不容易。不只是对我家师姐这样子对每一位弟子都是这样子的慈悲等观面面俱到，非常的圆融，非常的圆满。这就是大觉者尽极清澄的境界了可以身在嘈杂的人群中但心却是在宁静的山泽里心思可以细腻到这样，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
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子的啊，只要忙碌于某件事情呢，就会疏忽关注其他事情的啦。专注这件事情啊，就会疏忽另外一件事情的啦。好，但是上人是异于常人呐，所以能够近者悦，远者来啊，不是没有原因的。也因为这样呢，才能够结这么宽广的众生缘嘛。那这种心比心更贴心的感受，只要你有在做志工的哈，都会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这种的体会啊。好，那我们今晚读书会人比人气死人，心比心更贴心，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同修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